现在这些花至少15天以上，康乃馨、百合啊、夜兰、栀子叶之类的，有15天以上。好，今天呢，我就用这些简单的花给大家介绍一个另外一种固定花的方法。这是一个你看，类似于水泥的花瓶儿。当时我看中它呢，我是因为感觉它有点工业化的气息，所以呢，当时就想用这个插一些白绿颜色的花，所以当时买的时候是跟它用的。完了呢，因为这种花器它的表面很粗糙，所以说用打嗝法很难把胶带粘上，它粘容易掉，它不行。那怎么办呢？咱们用另外一种方法，叫做铁网法。这种呢，我们叫做鸡笼网，把这种网子剪一块来，完了弄成一个弧形，完了放到这个花瓶里，完了倒上水啊，这是保温剂啊，对过保温剂啊，然后再把花往上插，这样的话呢，您看试一下，这样花它就能相对位上待得住，中间它就会待得住，就不会乱倒了。好，我们来拆一下啊。啊，刚才我没说好，我再介绍一下啊。这个网子呢叫集中网，有两种用法。一般花店呢，比如说用花泥比较小的花泥插比较多的花，它把花泥碎了，所以外边花泥外包一层集中网。那个集中网的要求是没有要求的，但是我们这种集中网呢，它是要泡在水里的，所以说你要去采购的时候，你千万记得，你要跟商家说这个是泡在水里的，所以它不能掉色。有一种含铅比较多的，容易掉色的，或者是塑料的也行，你能找到塑料的网格也行，基本上就是这种，跟打嗝法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这个网子的选择是有要求的。如果说用那种，比如说价格很便宜的，完了还比较含铅比较多的，它泡完以后，它的水会变黑，会把那个花白色的花染黑，会有这种情况啊。来，跟你来插啊，先插叶子，叶兰啊。
现在这花插完了啊，大家看一下啊，如果没有这种铁网的支撑，这个角度的花是不可能有的，这个宽它肯定会倒。所以说，这种铁网的方式呢，和打个方它差不多，也是就是固定花材相对位置，就是相对固定啊，不能说100%像花泥一样确定那也不可能，就是固定的一个位置啊。行，大家看一下，我呢反正就是30剩了多少，剩了一些花，我用剩的这些花插这么一个，完了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铁网法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疫情的问题，完了花儿现在市场都没开，所以说也买不着花儿，呃，所以插的可能有点简陋啊，就请大家原谅。好，大家注意身体啊，在这边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以前呢，我们介绍过几种插花的小技巧，一个是花瓶打格法，还有一个是捆扎法。今天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花泥插花法。其实我本人不太建议家庭插花用花泥，因为花泥呢，它的吸水性没有放在花瓶的吸水性好，尤其是如果插的比较高的话，很容易脱水。所以说呢，我一般不太建议花泥插花法。如果家里用花的话，我更建议花瓶插花法。所以说我一般给大家介绍更多的是用花瓶插花，而不是用花泥插花。但是呢，花泥插花呢也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而且它的优点是可以很精准的控制每一枝花的位置和角度，这个用花瓶是比较难做到的。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花泥插一个小花篮，给大家演示一下花泥插花法应该怎么插。好，现在我们来实践一下。先准备块花泥啊，完了拿水泡上，把水滴进去，也带一张塑料纸。在花篮里，然后把多余的塑料纸剪掉。今天呢，我们也是用小菊来插啊。它这花呢有2个要点，第一个是大朵的颜色深的插的比较低，小朵的颜色比较亮的插的比较高，然后是完全以放射的方式插啊，把它剪成一小枝一小枝的啊，大的低一些，小的高一点啊。放射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想象太阳发出的光芒，它的每一枝花，最后你考虑它是不能有交叉的，最后的根儿，你可以想象一下每只根的延长线，它最后是汇聚到一起的，不能是平行的。你看它是往四面放射的。各种颜色的花都可以用啊。
最后还可以做点小装饰啊。你想象着这是一个春天的花园，有蝴蝶在上面飞舞啊。好了，这花插完了啊。这是用花泥插的花啊。花泥插花呢，最大的优点是每一枝花的长短、高低、朝向、角度都可以很精确的控制。你比如说，这种放射型的插法，只有用花泥比较容易表现，所以这是花泥最大的优点。当然了，花泥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吸水性没有花瓶的吸水性好。如果插的比较高的话，那它可能保持时间比较短，而插的比较短的这种，而且如果用比如说雏菊啊、康乃馨啊这类花期比较长的花，可能保持时间稍微长一点，相对长一点，大概有1周左右吧。如果经常浇水的话，啊，所以说呢，我不是太建议家庭插花用花泥插。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个花啊，这个花呢是来自于一个古典造型，叫做千朵花，就是说缤纷的色彩，用放射型的插法，完了高低层次全部用小碎花，所以说这个插法有点类似于那个古典造型，叫做千朵花。你看高低它分成一层一层的哈，最低、次高、再高、最高，它用一层一层的花把这个空间填满。所以说呢，只有用花泥可能才能达到这个效果，用花瓶很难做到。今天给大家演示的就是花泥插花法。好，就这样吧，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上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平插花的小技巧，叫打格法。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种方法，叫做捆扎法。咱们用这个季节比较多的小菊来做这个东西，完了给大家演示一下。捆扎法呢，就是把几枝花捆在一起，作为一个大枝的花来插。这样做的优点呢，是空间比较容易占满，而且不像单枝花那样可以东倒西歪的。是这样的哈，你把这个花的花头堆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子给它绑起来，这个是拉菲草哈。上面保持一个基本圆形。我们把斗鱼的头剪掉。
然后呢，我这边绑了几个，都绑好了已经啊。包括叶子，叶子也是这样，3支一组，大概成这种形状，这样绑好。像我们的插花哈，我找了一个水壶形的一个花瓶，因为我想插一个颜色比较浅一点的，所以说找了一个白色的瓶子。你看花的颜色选的基本上也是比较浅色的花。我已经保鲜剂加好了哈，我们打一个十字格吧。好，捆扎法呢，插花比较简单，基本上把这上面这个空间占满就可以了。所以说你在插以前，你先想好哪一组花放哪个位置。你们先插叶子啊，最下面这地方插一组粉色的花。我们再插一组绿色的，就每一组花的高度不能一样啊。嗯，然后这边咱们也来一组叶子。叶子基本上要放到瓶口的位置。好，这花插完了，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小球插法跟一般的花插法不太一样。你只要把每一组花绑好以后，它其实插起来是很容易的。而这种插法呢，每一组花是一个颜色，这样看起来呢，感觉跟那些散放的花不太一样。
腹内花的一个基本的要点呢，就是首先花跟瓶连接的部分要做好处理。你看我这基本上都是叶子啊，这些叶子，叶子是保证花跟瓶的连接。另外，每一组花的高度最好是不要一样，有高有低，这样层次感会好一点。而且颜色重的花放在下边，颜色浅的花放在高的地方，就是重的要在低的地方，轻的要在高的地方。完了呢，整个的颜色要调配好。这是一个浅色系叫高调的吧，浅色系的一个搭配，就是颜色都是那种比较浅的，那个浅粉啊，浅绿、白色，这个应该叫鹅黄，就是很亮的那种浅黄色，不是那种深黄色。所以说整体的颜色搭配就是这个。好，这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捆扎法，基本上就这样了。那这期就到这里吧。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上次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放射式的插法。放射插法只能代表一个面，咱们怎么让它的花的层次更多呢？那这样呢，就会有一个空间的概念。今天呢，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怎么把花的层次能插得多一点。方式还是用放射的方式。好，现在我们来插一下。层次呢，我跟大家说一个口诀，叫做上疏下密，任意3点不在一条直线上，任意3点不在一个平面上。好了，我插给大家体会一下我刚说的这句话啊。
好，大家看一下啊，你感觉这样层次是不是就出来了？完了，我跟你讲刚才说的那几个要点啊，上疏下密，上面要疏松一点，就是空一点；下边要密一点，叫做上疏下密。完了，大家看一下啊，任意3朵花不能在一条直线上啊，看有没有在一条直线上的，就是笔直一条线。你看这3支就有点一条线了啊，要稍微调一下。就是任意3朵花不能在一条线上。完了，任意3朵花不能在一个平面上，它不能是平的。任意3朵花不能是平的。你看，1、2、3， 1、2、3， 1、2、3，它每3枝花之间要有距离的，这个插起来可能会比较难。但是呢，如果插的得心应手了，插花会很好看，层次感会非常好，可以把整个的空间拉出来。上次咱们做的放射型的花只是一个平面的空间，但这是一个立体的整体的空间。其实插花花篮也好，花片也好，每一组花都可以以这种方式来插，这样的花层次会好一些，完了空间占的会饱满一些，完了也更会有生机。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层次，来怎么来表现这个层次。我里边没有加任何配叶，完全是用打格的花片插出来的。放射性的方式应该还可以，比较简单，但是这个层次可能就稍微难一些，可能要进行一些练习。好了，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花的层次是怎么表现的，也说了这可能难度稍大，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练习练习。等下回呢，咱们再插花的时候，我想办法用3种颜色的花，3种花来插同样一个瓶插，都是用这种方式。这只是一个瓶子插了1种花的层次，可以用3种，一个瓶子里可能用3种或者4种或者2种不同的花都用这种方式插，其实就可以。等下次吧，再插花的时候，完了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试试看。这样的话呢，插出的皮插出的花呢，可能更丰满，样式也更好。那好吧，今天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很多朋友问我啊，说这个有人平插的花应该怎么插才好看，为什么插不好？那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小技巧，看这个花应该怎么插。其实很简单，让我们来试一下。咱们呢，先拿牙签试一下，因为牙签上没有花，所以能看得很清楚，就是每一支的走向。现在我们试一下哈，这是个花泥，你有牙签的话，你也可以回家试一下啊，很简单啊。好，我给你差不多，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做放射，就是花是以放射的方式插。你可以想象一下，它每一支最后的延长线都会汇聚在一个点上，就每一支的延长线都会汇聚到一个点上，所以它是像太阳的光芒一样放射出来的。每一支，完了我随便插一支，你看一眼哈。假如说这里面有一支是这样插的，你是不是会觉得很别扭？如果这样的话，这2支会不会觉得很别扭？它是有交叉的，
就它的交叉点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说这两只是不对的。不知道能不能理解？你可以回家自己用牙签自己试一下。你想象一个每枝花之间每高的地方不能有交叉点，不能有交叉的位置，这个叫做放射。你回去试一下。完了，现在咱们再用鲜花插一下试一下。好，现在我们用花试一下啊。我把这花插的稍微高一点，然后你能看到那个走向。大概是这样的。你记着，夹花的时候要两两之间夹啊。好，我看这么多哈，大家看一眼啊。它是一个放射性的东西，大家可以看大概它的根儿，它的根部基本上是汇聚在一个点上的。当然了，用花瓶插可能不会那么精确，但是总的来讲它是这样的。这叫做放射的插法。其实做花束、插花篮、插花基本上都是会遵循这种插花的方式，这个叫放射。当然，我们现在插的只是一个面，可以把这个层次做的更多一些，那就是下次再说，这次估计时间来不及了啊。这个花哈，你跟这个跟插的牙签对比一下。花不过上面有个花头而已，它牙签没有花头。但是其实你自己如果有兴趣的话，要练习的话，可以用牙签来练习。这叫做放射。当然了，这个放射必须要配合打嗝的方式来插这个花。如果不打嗝的话，可能这个位置是很难固定的。这个位置呢，可能需要精确的调一下。当然我插的比较着急，比较快，所以也没仔细去调。千万记着，第一，用保鲜剂；第二，要打嗝；第三，瓶口以下的叶子去掉啊，我这叶子没去掉啊，这个叶子去掉。然后以放射的方式插，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想一想，野外的时候你看到那种一丛一丛的灌木啊，那种草，它基本上都是以放射的方式来做出来的。这样的话呢，它会看起来比较规整，比较整齐，比较规整，不会很杂乱。所以在每个花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做成一组，每一组都用这种方式插，这样的话组合在一起，可能整体效果就好很多，你就不会感觉无从下手。所以说你在插花的时候，切记用放射的方式去处理每一只花材就可以了，摁一组一组。那这期呢，我们只说放射的方式，时间可能有点紧。那下一次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些层次。基本上你把这个层次的问题和放射的方式掌握了，自己家插花是绰绰有余，足够了。那好，那这期就这样吧，谢谢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大叔说花啊。今天来到店里呢，请大家演示一下花束。好多朋友问我这花束应该怎么做啊？我为什么一直没说呢？因为做花束，我认为是一个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我今天尽量吧，总结一些方法，用大家没有技术含量，看能不能把这花做好啊。好，那先咱们试一下。咱们现在呢，先做那个规矩的啊，就正常应该做螺旋形手法，我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呢，其实
也不是很难，就是需要多次练习。这普通的可能不行啊，我回要试一下啊。螺旋形手把呢有几个要点啊，呃，现在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个点叫捆扎点。捆扎点就是说，这个花到最后做完以后，就这个位置，现在呢，捆扎点以下的叶子，就捆扎点以下的叶子要全部去掉啊，不能有叶子，捆扎点以下。好，我们用那个康乃馨啊，水仙百合，还有你看这个啊，还有一点栀子叶啊，来咱们试试啊。我先做一个按规定说的啊，螺旋手把啊，注意看哈，这个点，这个点就是捆扎点，这个点是绝对不能变的。完了，有很多人做的是拿两个手指头捏着，这捏不住的哈，一定要用虎口夹住这个捆扎点啊，夹住捆扎点。这个点是别的地方都可以动啊，就这个点是绝对不能动的。就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都不能动。最后捆的时候也是用绳子捆的时候也捆在这个位置上啊。好，现在我们来试试啊，从捆扎点开始往下夹，夹的是夹花的时候，要么顺时针，要么逆时针，按一个方向夹啊。我基本上都是按顺时针方向夹啊。
好，大家看一下啊，基本简单就这样啊。大家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捆扎点啊，我始终是用虎口掐住的，它没有变化。任何地方是以这个地方作为螺旋，一圈一圈转过去的，你看是一个螺旋形的哈。现在我跟你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叶子要去掉哈？假如说哈，这个地方啊，假如说我觉得这枝花有点低了哈，我让它高一点，再往上提高。比如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有空，我想加一枝花，就可以插进去啊。好，这地方也缺啊，这地方也缺，咱们加上。你看，如果这个地方如果叶子加满的话，你想加花加进去了，你想提高也提不了了。所以这个位置为什么保持干净，就是为了让它在用的时候，就是在需要加花或者提高位置的时候，抻起来方便。因为这个部分是没有叶子的，看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捆扎点，在捆的时候啊，用根绳子把地方捆紧强，就捆紧强。好，这就是我跟大家说的这个螺旋手法。第一个呢，捆扎点以下的叶子要全部去干净，这是第一。第二个，捆扎点的位置是绝对不能变的，要用虎口，手的虎口掐住这个位置，掐住这个位置，完了绝对不能变，这个位置是不能变的，因为你这个位置变，上面头的位置就会变，头的花的相对位置就会变。所以第二个就是捆扎点的位置不会变。第三个是要以螺旋形手法做，就是说完全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这看自己方便啊。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都可以。基本上螺旋形手法基本上就这三个要点，但是这三个要点你要想练会了挺难的，不是说10天半个月就能练好的，可能需要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有专业手法，所以我一直就没给大家介绍这个就是螺旋手法的事儿，就是花束的事儿。完了呢，这个大概就是我跟大家说的就算一个科普吧。螺旋手法的做法，你看它是完全螺旋形的，一圈一圈的螺旋形，螺旋形一圈一圈的，看见没？它是这样的。完了呢，这个我就不捆了，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花很平均嘛，对吧？但是这样的话，我估计好多人可能也基本上会不了。那咱们想个别的办法，不用这个螺旋手法，咱看能不能做成花束这样啊？那好，那咱把这拆了，咱试一下那个啊。刚才呢，咱们说的是用螺旋形手法做，但是那个挺难的。我估计一般花店好多都会拿黄泥插，他不会用那个做，所以那个还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所以咱们不主推那个吧。今天呢，这两天我想了一下哈，怎么能不用这个方法做成花束？今天呢，我们来试一下哈。首先呢，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每枝花和花之间的距离是怎么隔开的。用螺旋手法的话，它这用这些笼带或者用它的一圈一圈打，它可以把花的距离直接挪开。但如果螺旋手法的话，这花和花之间的距离是很难把握的。那今天呢，咱们试一下啊，怎么把花和花之间的距离隔好。第一个，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说一种单独花材的话，做成一个花束的话，我觉得你就这么一包就行了，这个东西也没什么办法啊，就是大概中间有个高低不同的这种层次，这么一包就可以。这个没有什么办法，我觉得没有什么解决办法。那比如说我们要做成类似于花束，比如你要送个朋友啊，类似于花束这东西，那咱们试一下啊。咱们还是用这个笼带啊，
你要做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先把龙胆，我觉得不要放在桌子上，拿手拿着啊，先把这龙胆做成一束啊，先把这种中间的配花做成一束，然后把花插在里面啊，就是用这个配花去把花之间的距离隔开啊。那个多少钱一支？你看啊，咱们先用那个中间的这个花，就是把中间的这些花啊，比如用洋桔梗也好，是用叶子也行，都行啊，用什么东西也行。你先把它第一个层次，把下边这个层次填上啊，用这个去隔开花和花之间的距离啊。看，我这个没有完全熟，完全都没有那个螺旋手完全，就是直放它，就随便放的啊。就是你要拿眼睛一直看着它，它这个位置，你比如这个地方空，你就稍微加一点花，这样哈，然后慢慢的用这个下面的这些花儿把这个用下面这些花儿把这个距离冲开。看一下也是能撑开的啊。来看一下啊，也是可以的。你看，用中间的这些花儿就达到了把花和之间距离撑开的原因。你看，大家看一下，这是纯粹是垂直的啊，这没有任何螺旋啊。完了，边上可以再加点叶子，把叶子稍微让它稍微丰满一点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办法啊，就是咱们这个方式呢，你可以做这种花的时候，加一些多头的花。你比如说，十元买个这种，因为它本身就是立体的，它不会是单面的，所以你加这个会增加它的立体感哈。你比如往里边加一些立体的花哈。你完全，你比如这个地方缺，可以是插进去一支啊。来看一下，因为它这个花本身是一个多头就会立体的，这样加在里边就会增添整个的这种立体感。好，咱们把这个简单的包一下哈。你看，跟那个差不多啊，也是这个位置哈，也是那个咱们所说的捆扎点的位置，这个位置不能动啊，对吧？这个位置都捆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你看啊，如果这个位置动了，比如说我往上点，它就会特别紧，看见没？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对吧？
但是你如果往上特别紧，如果往下，就散的特别开。所以说这个位置还是很重要的哈。无论是不是那个螺旋形手法，这个位置都挺重要的啊。然后咱们把这个捆上啊。跟大家说这捆的方法啊，是这个窍门啊，看一根绳子哈，咱们先做一个，把头弯过来一点，完了把它这放在上面啊，然后用长的一边转啊，一定要捆紧啊，捆3圈，完了插在这个环里啊，然后再蹬下边这个，这样的话就不用人帮忙了，自己就可以了。然后把它们下边剪齐一点。好，因为这个不是用那螺旋钩打的，所以说它可能会没法立还倒着。但是你看，基本上花和花之间的距离空间还是基本上把握出来了哈。那现在我们来包一下哈，咱们看看简单的包法啊，简单包。好，咱们现在包这个花啊，包花我不太在行哈，这现在这样的哈，咱们包花呢，把这个剪好以后，弄完以后，加上这叫脱脂棉，就医用脱脂棉啊，一般是用医用脱脂棉把这个花的根部包上，这为了蓄水啊，医用脱脂棉蓄上，包上以后，完了在外边再用塑料纸啊，用一层塑料纸把它兜上。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既可以蓄水，又不怕放倒。如果里面光是蓄水的话，可能会很容易就倒了，一倒这水就流出来了。而且现在有很多网上一些所谓韩式或者欧式这种，他们根儿都不做处理的，都是就那么剪完了一放。但是那个东西呢，花很容易脱水，所以我不赞成用那种方式啊。这是用脱脂棉加水做的一个保鲜。现在你看，它现在放倒了以后，水是不会流不出来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不会衣服啊各方面不会湿，所以加那种脱脂棉。但是如果严格的说，还应该外边还加一层铝箔纸，为了散热比较好。但是咱们做普通花束就不会要求那么严格了啊。好，咱们现在包一个最简单的，类似于糖果的包法啊。对，大家看一下啊，看，就跟糖果一样，你再重新来一遍，要不？你看啊，纸怎么放的？你再来一张，你再来一张呗。对呀，你就一会儿再说嘛。大家看一下啊，大家你先打开，我看看那个纸是什么样啊？看，纸就这样，用两种颜色的纸啊，底下用的是一张黑边的一个雾面纸啊，上面一张就是有点英文字母的一个那个什么纸，啊，对，雾面纸、雪梨纸啊，看这样放着的，就这么放好啊，完了再开始包啊，花放在对上一个角啊，然后把它转一下啊。花有点大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包法啊。这花有点大，咱们底下再加一张纸，把底下稍微给它盖住一点啊。好，你系的时候看一眼怎么系的那个。好，先给它系一下，系紧哈。对，然后咱们再找一个漂亮点的丝带啊。然后我想跟大家简单再说一下，大家都问，有的时候问是包装纸选什么颜色的，基本上来讲，花里有什么颜色，咱们纸就用什么颜色，这个是绝对不会错的。就是纸上面的花色啊、颜色啊，跟那个里边的花要呼应，
这个是绝对不会错的。我呢，为什么选了一个黑色的？因为我觉得纸也用粉色的太俗了，所以呢，我就用的都是黑色的东西哈。完了，黑色的纸，那种黑色边这种雾面纸，还有那种英文手写的这种黑色的纸。完了，用的这个花啊，看。但是我那个丝带用了一个桃红色的哈，这个颜色跟花是可以呼应的。看，大家看一下。黑色是通用的，都可以用的啊。但是我觉得用黑色的纸包这花儿，带点黑色的花纹，可能感觉更好一点吧。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一个比较简单的包装方式，和做花束方式。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这个方式？就是说，跟大家重新，着重2点吧。第一个就是花和的距离靠配花分开，完了配花的位置要比主花材稍微低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康乃馨如果是主花的话，你就应该把主花放得高一点，配花稍微低一点。配花主要起到的呢是一个把主花材分开的这个作用。用比如说洋桔梗也行啊，叶子什么绿叶什么都可以。完了呢，第2点呢就是要用一些多头的花材。你比如上次咱们说那种洋甘菊也可以啊，洋甘菊啊、蕾丝啊，或者水仙百合这种多头的花材，它本身就是立体的，所以说它会把整个花束呢有一些立体的感觉。好吧，今天就这样吧，希望大家都能学会这种简单的制作方法。好，谢谢大家。